一是要匈奴人打到长安，父王就该起事声讨刘彻的无道，利用淮南国的地位号令东南地区，借机联络豪侠，可同时对关键人物实行暗杀。父王的兄弟衡山王应该可以被说服，与衡山王结盟后，就可以掌握半壁江山，逐鹿中原。说服你的叔叔衡山王并不困难，为父现在考虑的是，现在诸侯各国已无军力，如果能在汉军的主力中找到1、2位可以加盟的名将，那就更有把握了。七国之乱一个重要的教训，就是汉军的主力十分的强大。哎，你们看见太子了吗？姐姐近来与案头侯张次公打得火热，还有皇上的近臣严柱。哎，太子妃，您不能……哼，好大的胆子！你竟敢拦我的路！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！哎，太子妃，张次公威望不够高，先前只是卫青手下的一个校尉，缺少登高一呼的声望。那么，父王心目中的名将又是谁呢？你觉得飞将军李广有没有这种可能？李广，自从皇上实行军事改革以来，重视攻击型的年轻将领，恐怕最为失落的要数传统战术型的老将李广了。年轻的像张次公都封了侯，李广却一直未能如愿，这一点我们可以利用。因此，太子有令，王宫密室，任何人不得靠近。密室？这儿是密室？太子在里面，他在这儿干嘛？这是规定，宫中的秘密一律不许对外人泄露。秘密？什么秘密？我是淮南国的太子正妻，我倒成了外人了，我倒要问问你。官长，爱妃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你这帮军士啊，都把我当成外人了。放肆！啊，我也是习惯在此练剑，怕你不习惯这里的场面，还是快回去吧。啊，回去回去。哎，不对啊，你说今天带我去太平湖上泛舟的。好，明天，我今天正忙着呢。啊，好了好了，回去早些休息。这太危险了！你怎么能让他到这里来呢？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你妻子和王太后关系太密切，如果我们的准备工作泄露出去，那后果不堪设想啊！要不除掉他？不可，现在正是敏感的时候。如果太子妃暴死，必然会引起汉宫的警惕，追究下来不得了。那孩儿，只有送他回长安老家了。那也只好这样了。这太子妃做得好好的，怎么就又哭又闹的？我看刘谦这孩子一表人才。金苏，你那丫头在乡下也惯了，享受不了那份荣华富贵。我听来人说不是这样，说是太子跟手下人练剑，不小心伤了命根儿。太子自尊，说什么也不跟太子妃同房了。后来淮南王一生气，就把他俩关了7天。可太子说什么还是不跟太子妃同房。太子妃一生气就提出离婚。淮南王就派人过来道歉，把他送回来了。母后，你也别生气，这儿女的事哪能事事如意？再说了，3条腿的蛤蟆不好找，2条腿的男人哪没有啊？平阳公主，你话说得轻巧，你瞧瞧你们2人，这边曹守刚刚去世，守了寡；那边女儿嫁出没有半年，让人给休回来了。娘，皇上知道太子妃的事吗？淮南王有信给皇上的。
想已经知道了吧？皇上近来一直忙于前线的战事，一日三餐都在宣室里吃，哪还顾得上这些闲事？都是窦老太太不在了，再没人管得了她。哎呀，原先的清静无为，百姓充实，四海宾服，多好啊！可是偏偏要打仗。母后也不要这样说，皇上毕竟刚刚收回和硕，自先秦以来7、80年了，那富饶土地均一直在胡虏手中。这一朝收回，长安再不受烽火甘泉之景。皇上还说，等和硕的防御一旦巩固，他要带母后去甘泉宫寻幸。那行宫自被匈奴破坏，皇家还不曾再有人去过呢。说来是匈奴，可那也是你妹妹的夫家。说到底，还不是皇上在跟你妹夫作战。可怜啊，你妹妹的儿子，不也是死在汉军士兵手下？我要立刻见李广将军。这么说，从右北平出击，只是为了牵制东方的匈奴军队？皇上还是只让我做偏使啊？不清楚。皇上这次动用兵力达10余万人，苏建、李举、公孙贺、李蔡所部都同时接到了出师命令。那卫青呢？不清楚。卫青，皇上完全倚重于他，这小子炙手可热呀。皇上要你我做好出击准备，等候命令。有一点是明确的，就是要拖住右贤王的主力。好吧，皇上本来是为了迷惑匈奴，可是连咱们也一起被迷惑了。长安密使来报，大单于，那个淮南王终于表态和我们合作了。正像你所说，我大匈奴平添了一个军团。淮南王信中还希望大单于重视对手。本单于最关心的是，他何时举兵起事？刘安的谨慎可以理解。自七国之乱之后，汉朝的诸侯各国受到了极大的削弱。一道推恩令，又将各诸侯国拆得稀散。诸侯各国在此高压之下，必然不敢贸然起事。刘安是不见兔子不撒鹰，所以此次右贤王的攻势至关重要。只要我匈奴铁骑能够兵临长安城下，将必然引发汉朝的内乱。这些汉朝的狐狸，都在等我匈奴人咬住汉朝皇帝的喉管，再一拥而上，分点肉吃。也罢，你们这些汉朝人，就是喜欢法术诈力。无论是皇帝还是诸侯，全都是一样。密使提醒大单于关注卫青军团的动向。卫青日前曾紧急回京，接受了汉朝皇帝的密旨，估计会有新的军事举动。众行约，我说中了吧？依我看，卫青很可能充当汉朝皇帝的骑兵，趁我单于王庭空虚的时候。卫青的位置现在何处？正在高阙，在右贤王集结的20万精骑对面。大单于，请你立刻密告右贤王，让他密切注意卫青军团的动向。如若攻势准备就绪，卫青仍然在高阙，要不惜一切代价，首先拿下卫青军团。打败了卫青，
也就等于荡平了长安外围最核心的防御。到那时候，我们的拳头就砸向长安。长安，好，你去办，立刻去，请大祭司，让王庭的所有巫师都来。这一次，我要虔诚地向昆仑神祈祷，让昆仑神来决定我大匈奴的命运。大单于已将自己闭于金帐中3天了。3天内，他独自与神灵在一起。现在闭关尚未结束。为什么有人说我们的王庭可能撤离这里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我们已经从长安方面得到情报，大单于就要决定重大攻势。他同时担心汉军的卫青军团可能会乘王庭空虚而袭击此地，所以有备方能无患。3天来，神一直陪伴在我的身边。我一再将自己的决心向神诉说，神是这样回答我的。他对我说：“照你的想法去办吧。昆仑神永远眷顾那些虔诚于神的人。”我以神的名义命令大匈奴的所有子民们，马上做好战争准备。命令右贤王带领20万铁骑，实施我们的征服计划。目标：汉朝的京都长安。严柱，你先来。你猜猜，朕在余下都藏了些什么？启禀陛下，前方军报，右贤王所部已完成集结，20万铁骑似乎已进入战斗状态。李广、张次公是否已从右北平出击？启禀陛下，右北平军报，李广、张次公共2万余人于今夜已经出击，东线匈奴向后收缩，未作抵抗。严柱，你接着猜呀，朕等着你呢。臣射的是陛下的一枚戒指。错得太离谱了。太中大夫什么都不猜，偏猜戒指。戒之者，以戒燃指也。是吗？是这个意思。臣听得前方军报有些。启禀陛下，前方军报，苏建、李举、公孙贺、李蔡已从朔方出发，向高阙方向运动，步车骑共10万余人。什么戒指？以戒燃指，朕就是要破坏兵家的规矩，以攻对攻，以机动对机动。继续猜复。
臣已经猜中了。你给朕说说，此鱼内放了何物？说龙又无角，说蛇吧，蛇又无足，枝枝脉脉闪攀援复壁，所以不是蛤蟆就是蜥蜴。禀告陛下，前方军报，卫青军团已经出发。车骑将军禀告陛下，一切均按商定顺利实行。你东方做神了呀？哎呀，你看，真是像他说的呀，太神了！臣射中的只是一只小小的蜥蜴，而陛下将要射中的，则是匈奴人的单于，是吗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是臣瞎猜出来的。诸军将领们，大单于的攻击令已经下达，20万匈奴人将踏平河朔，进逼长安。今夜你们也许得不到最称心的女人，但我要告诉你们，女人从来都是邻居家的好。长安城有的是你们称心的女人，仅仅一个汉朝皇帝就有美女上千。作为匈奴的男人，最大的乐事在于压服乱众和战胜敌人，将其根绝，夺取其所有的一切，迫使他们的妻子痛哭，纳其美貌之妻妾。喝酒，来，占领长安吧！我们的后裔将因为我们明天的浴血拼杀而穿戴织金衣裳，吃鲜美的肥食，骑乘骏马，拥有美丽的妻子。这个伟大的日子，我们将从这里纵马
杀向长安，一往无前。万事俱备了。怎么回事？给我顶住！匈奴人所有的豪情都停留在这张图上了，可惜了了，卷起来，带回去。诺。启禀将军，右贤王逃走了。一个只顾逃命的统帅，恐怕也做不了别的事了。你在干什么呢？陛下，刚才您睡着了，前线态势发生了一些变化，我标明了，好让您看清楚。打完了，打完了，陛下。什么时候？前天夜里，卫青袭击了右贤王的大营，匈奴20万大军群龙无首，发生大规模的骚乱。陛下，您看，这里，朔方20万汉军全力出击，匈奴全线溃退，被分割成了东西两段。从此，匈奴对我京都的威胁将不复存在了。陛下，现在战争的主动权已经牢牢地掌握在我大汉的手里了。宫中才片刻，世事已大变。对了，刚才军中来报说卫青现在就要凯旋还师了。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鞋，您的鞋。立刻颁诏，派出使节，封卫青为大将军，统领全部汉军。将军，皇上的特使这么快就到了。长平侯卫青接旨。诏命长平侯卫青塞外大捷，逐匈奴700里，实属我朝创建以来前所未有之胜利。加封卫青为大将军，诸军将领都归其统辖，钦此。谢陛下。大将军，
请接金印。大将军威武！汉军威武！汉军威武！护军都尉公孙敖3次跟随大将军出击匈奴，斩敌手众多，擒获敌王，封为和济侯。都尉韩遂跟从大将军出田浑，出击右贤王营地，搏战勇敢，擒获敌王，封为龙娥侯。轻车将军李蔡2次跟随大将军，擒获敌王，封为乐安侯。校尉李硕、赵不虞、公孙荣奴各3次跟随大将军，擒获敌王，封李硕为制止侯。好了，什么阿猫阿狗的！凡是跟了大将军，都他娘的封了侯。将军未能封侯，是不是因为将军平素过于自信？如果将军处事谦和一些，大将军也许会帮你讲话的。怎么，安德侯？老子还用他讲什么话？有一位是淮南国人，可以帮助将军讲话。淮南王刘安。刘安，你跟淮南王刘安也认识？如果将军有意，我愿为将军引荐。算了，上次他要送给我金子的时候，我李广也没有要。是匈奴人吧？看装束，是若羌族人。哎，你们是什么人？认识哪里？你们是汉朝人吗？你们是什么人？是什么人？哎，什么人？他们在说什么？好像说你是汉朝人。对，告诉他们我是汉朝人，没有恶意，只想借道回到自己的祖国。要是他们能帮助我们回到汉朝的边境，我们汉朝会重重酬谢他们的。我们是汉朝人，没有恶意，只想借道回到自己的祖国。汉使，若羌族人说，他们已经被并入了匈奴，他们不能放过任何汉朝人，必须带你去见匈奴派驻此地的督察官。苍天呐！保留他。堂兄，怎么是你？你怎么弄成这样？他是你儿子？是的，儿子。儿子，快叫叔叔。他是我儿子的爸爸。你别扣留我们，还是放了我们吧。保留他，我不能放走你们。眼下匈奴人正和汉朝人打仗，你的丈夫是汉朝的官员，按照规定，我可以处决他的。你可真行，堂兄！你要处死你侄儿的爸爸。我的丈夫已经在我们这里生活了12年了，做我们匈奴人的女婿。你看看，他跟我们匈奴人有什么不同啊？说着我们匈奴人的语言，吃着我们匈奴人一样的食物，穿着我们匈奴人的衣服，他也娶匈奴人为妻。张骞，
你说2句匈奴语言，让督察官听听。尊敬的督察官，我是汉朝的使者，不是军官。我一生的使命就是寻求和平。我爱我的妻子，我爱我的儿子，我也和匈奴人一样爱我的家园。我希望作为使者回到汉朝。我希望汉匈两家结束战争，相亲相爱。你听听他说的匈奴语言多么地道。其实，我早就听说过你张骞的名字，你的坚韧忠贞，为许多匈奴人所尊敬。但是保留他作为本地的督察官，我还是要暂时扣留你们。但我可以不处决他，来显示我们匈奴人的宽大。保留他，你要知道，我右贤王的部队新遭重创，匈奴人复仇的情绪正如野火燃烧。我先把你们安置下来，但我可以不把你们作为囚犯来严加看管。你们去吧。想不到皇上已经收复了和硕，歼灭了右贤王本部。我想此时皇上一定更想了解整个西域的情况。汉使，我们为什么不可以逃出去，向皇上报信？夫君，贵心似箭，反正你去哪儿，我跟儿子就跟你去哪儿。那好，我们今天晚上就逃出去，再也不走有人烟的地方，而是沿着沙漠走，这样就没有人可以阻挡我们了。我们一定能走出去。给马肉。这怎么能行啊？按照我们匈奴人的习惯，是不能吃马肉的。检查一下。来人了！起来！去拿水去。水。来，你到那边去。带的什么样？过去吧。汉宫使臣张骞，奉皇命，出使西域归来。你就是张骞？早就听说过你的事儿，你还没死啊？让开，让开，让汉使张骞通过。张骞回来了！你说什么？张骞回来了？什么？张骞回来了？怎么回事？
这样清静点都不行。回陛下，有人在殿外求见。今天谁都不见。此人可是您朝思暮想的？谁呀？张骞。谁？张骞呢？你说什么？就是您判了10来年的汉使张骞，他从西域回来了。我的天！快叫他来见朕。遵旨。等等，朕不能在这儿，朕去更衣，在成明殿。啊，对，在成明殿。通知2000担以上所有朝官，统统到场。还有礼乐，赶快去准备。遵旨。张骞叩见陛下。汉使张骞向陛下复命，朕回来晚了。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建元3年，4年5年，元光1年2日内死，元朔3年。整13年，陛下，
你跑到哪儿去了？啊？怎么一点音讯都不给朕？朕整整想了你13年。陛下，臣虽远在天边，但心思无一日不在陛下身边。哎，这是你的儿子。元朔3年，张骞终于自西域回到长安。虽然未能完成预期使命，但作为汉朝使臣，西行数万里，带回了许多国人过去根本无从知道的地理知识。无论对于汉武帝，还是对于有心了解世界的中国人，张骞此行都具有凿空拓荒的意义。从此之后，不断有人西出阳关，又东归中土，跨越重重关山大漠，终于踏出了一条挥兵史册2000年的丝绸之路。英雄，你是我大汉朝的英雄。陛下，来，尝，这是张骞带来的干葡萄，味道不错嘛。来，二位见过大将军，拜见大将军。坐。10几年前啊，我跟卫青就一直在研究这金刚造剑的技术。卫青，这是张骞给你带来的见面礼，你拿到江作府操办。多少年了，朕就一直在梦想着这削铁如泥的宝刀啊！宝贝啊！张骞，你知道吗？正是你滞留匈奴王庭的第3年，朕便放弃了与大月之缔结军事同盟的念头，决定请一国之力单独打击匈奴。你知道是谁让朕下这样的决心吗？除了充实的国力，就是因为朕发现了卫青。臣早就听说过大将军的威名啊！陛下过誉了。当然了，你张骞所说的西域情况，让朕眼前豁然一亮啊！朕因此觉得我汉朝的战略应该更为深远一些。凡地域我汉朝威力所能及之处，都要通商，开拓新商路。博望侯，卫青正要向您请教关于西域的情况。好，你把你所知道的情况跟大将军都好好的说说。好了，你们另找个地方去了解啊。你说吧，朕这一段只顾对外用兵，退恩令下达以后，诸侯各王的情况如何？还算平静。平静？不对吧？宗正那里有关诸侯各王因夷乱伦、滥杀无辜的恶性事件频频报告，尤其是在卫青缴获的匈奴右贤王的文件里，竟有一份有关卫青行踪的密报。还有这样的事情？密报声言，是我汉室的一位诸侯王提供的。战争时期，我们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前方，后方出现了空档。以前一直没有解决好的诸侯王问题，现在会不会发生？诸侯王问题，景帝曾以残酷的手段予以制裁，将他们的势力缩小到最小范围。陛下近日颁布的推恩令，臣以为是得当的。诸侯王需要安抚，使之成为陛下的藩卫，但又要防止他们过分强大，所以又适当的安抚。这样既抑制又安抚，边封边削，化整为零。安抚？
并不能解决目前诸侯各王的违法行为。要有两手。臣有一策，陛下可向各诸侯国派驻中央命官，这是高祖时候的制度，各诸侯国无法拒绝。诸侯不得理国政，国政交朝廷派遣的国相，国相隶属13部刺史，刺史向皇帝负责。前方战事紧迫，不要后院起火。你嘱咐言，就替朕处理诸侯的事吧。本相奉朝廷之命，特来知会淮南王。朝廷正值战时状态，国内所有兵力收归朝廷统一掌控。今后包括王公卫队在内，淮南王所有军队由本相和内史共同掌握，任何人无权随意调动。这是朝廷刚刚发来的诏令，请淮南王遵旨奉行。备车，我要去见衡山王刘赐。臣希望王太后能帮忙说说话，好保全我哥哥的性命。弟媳呀，不要太难过了。尽管田汾不在了，不管怎么说，你也是燕王的翁主，朝廷的第一诰命夫人。燕王的案子是谁在管呢？是钟大夫主父偃。皇太后有所不知，那主父偃乃皇上最为倚重的近臣，曾经1年内连升4级。还有这样的人？那咱们找不了他，就找找皇上吧。丞相刚刚得到消息，田汾的遗孀燕王的妹妹去找皇太后了，看来太后要过问了。把所有的案卷和证词都找出来，我就不信这样的铁案谁能说翻就翻了。不仅是哥哥的淮南国，我已经打听了，所有的诸侯国派驻的中央命官都扩大了权力，大伙是敢怒不敢言呐。诸侯本来只剩下不多的卫队，现在皇上又一句话就剥夺了诸侯的军权，这太过分了。一个国相，一个内史，哼！我想要除掉他们，易如反掌。中央命官一时半会儿还掌握不了军队。弟弟，你已经心存目标了。哎，什么目标？就是别把我逼急了。兔子急了还咬人呢。弟弟，认识这个字吗？起。你我兄弟同为一脉血缘，本该同进退，共荣辱。哥哥是要我起兵共进，颠覆朝廷。衡山王，你敢吗？陛下，燕王刘定国罪行确凿，恳请陛下处决燕王，并同时撤销燕国的封号。你不用说服朕，朕赏不避仇，罚不避骨肉，不偏不党，王道当当。只是需要说服太后。太后身染重疾，陈克忠还问过此事，要给他一个合适的说法。毕竟燕王是田汾的岳父，太后也得讲理。你去最合适了，就是你。你去说服太后，把燕王的罪行
都跟他说清楚。案卷就不要带了。记住，要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。臣领旨。卑职主父偃叩见太后。哦，你就是那个1岁4千的主父偃，皇上的红人儿。微臣主父偃结发游学40余年，一直未能效命国家。父母不认我这个儿子，兄弟不认我为手足，承蒙皇上提携，使臣得展青云之志。你既知道世事的艰难，那为什么只要一朝得志，便猖狂地欲置燕王于死地呢？太后有所不知，微臣原以为此生要在穷困中潦倒，然而深受皇上知遇之恩而委以重任。微臣立誓不必抚越，臣当效死相报。效死相报？你这都是要人家的性命，燕王有什么罪过？不就是杀了个下人吗？微臣知道，燕王的公主是田汾的妻子，所以没有人敢把燕王的罪行如实禀报给太后。燕王岂止是滥杀无辜？他自承袭了封爵之后，其父未死几日便与庶母通奸，生下了一个男孩，而后又将弟媳占为己有，到后来甚至连他3个女儿也被迫轮流侍妾，如同妻妾。真的有这种事？人证物证俱在，现都在廷尉署。简直是禽兽不如，禽兽不如。田汾活着时，无人敢将此案上告。去吧去吧，我不再管这事了，不再管这事了。微臣告辞。几天后，刘彻下诏赐燕王刘定国死，随后取消了燕国的封号，将其封国改为朝廷直接管辖的郡属。不久，刘彻任命主父偃为齐王国相，让他去监管另一位飞扬跋扈的齐王刘赐昌。驾！驾！驾！将，你看看，就这1天的功夫就送来黄金数千呐！这算什么？我一眨眼为皇上除掉了燕国，那些手上长毛、心里有鬼的人，谁不胆寒？相国，您不怕诸侯们说您太横暴了？你懂什么？皇上要的就是我主父偃的横暴。皇上的策略就是用我这样的庶人去整治那些贵族王侯。我知道我主父偃一生什么样的冷面青眼没见过，我又有什么可顾忌的呢？大丈夫生不得无顶石，死也不怕无顶烹。况且我已经到了壮士暮年，即便就算是倒行逆施，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了。当初赵王是何等的叱咤风云的人物啊！如今怎么跟霜打的黄瓜一样，出入京城也如此的灰溜溜的？别提了，何止我赵王如此，如今诸侯各王，谁心里不是那15个吊桶打水，七上八下的？皇上用了一个主父偃，
才艺诸侯，一眨眼功夫已经灭掉了2国。听说，下一个目标又选中我赵王了。谁让你赵王有小辫子给人抓呢？如今哪一个诸侯没有一些小节的不检呢？如果细细的追究起来，恐怕所有的封国都要被灭除。诸侯各王们都明白，这其实都是皇上集中权力之举，所以大家推举我出头抗争。抗争？怎么抗争啊？莫非想跟皇上掰腕子？皇上如今征伐四夷，连战连捷，正是光焰无际之时，自然谁也不敢与皇上较劲儿。可治不得主子，还治不得奴才吗？诸王们早就恨透了为皇上打冲锋的那个奴才了。我要出头，状告主父尹。可既然是状告，总得有些能拿到台面上来说事的由头吧？赵王倒是会挑时候。主父偃在朝中要害部门早已安插了耳目，要不是这会儿他在齐国，还真没人敢出来搜集他的劣迹呢。所以你父王和叔叔都让我来找你。不用说了，我明白了。这是主父偃曾经收取12位诸侯子弟的贿赂证据。就是这个主父偃，他向皇上献上了推恩之计。后来这12个子弟都被封了侯。主父偃竟如此的胆大妄为，连推恩分封这样的国策都用来为自己孤立，做买卖。推恩分封，诸侯子弟新得封侯的有100多人。这里只有几个人上书反对，连个零头还不到呢。可是作为始作俑者，主父偃的胆子也太大了，竟然收取诸侯贿赂。人家都以为他代表皇上，谁知他是为了自己呀！好端端的推恩分封，让人们误以为是要铲除诸侯各国，所以诸侯各王都要求承办主父偃，为陛下的大计证明。干嘛这么神神秘秘的？什么事儿啊？启禀陛下，刚刚从齐国传来消息，齐王刘赐称他自杀了。又一个哥哥被整死了，哥哥呀，你死的冤枉啊，哥哥！陛下，陛下，臣没有说错吧？主父偃这是明火执仗的诛灭我诸侯各王啊！陛下，陛下！啊！朕已经想了3天了。这样吧，你去趟临淄，主父偃监理宗室，假公济私，凌辱刘氏骨肉，贪婪无度，罪不可赦，诏予以逮捕，送廷尉署，一律审治，并将此消息传示各地诸侯王。臣明白了。我要面见皇上。你这辈子恐怕见不到皇上了。宣公孙弘，宣吉案，宣
张汤，臣在。对主父偃的庭训有结果了吗？回陛下，主父偃已于今晨押解回京，臣已对其进行了讯问，他承认了受贿的事，但不承认劫持齐王而逼他自杀。当然，这只是初步讯问。诸侯各王中，齐王年少，性情温柔。当横下心来结束自家的性命，这得需要多大的勇气？一个人能绝望成这个样子，没有外部施加的压力是说不通的。诸侯各王也无法安抚。所以这件事情处理的结果，要经得起各方的盘结。臣有话要说。你说，陛下，那主父偃就算没有动手杀齐王，但他一言可以兴邦，一言可以丧邦，其用权的无忌，足以令天下诸侯人人自危。陛下自登基以来，对诸侯各王多加安抚，好容易才有了诸侯归心、天下相安的局面。而主父偃专横擅权，另搞一套，激化诸侯各国与朝廷的分离情绪，让诸侯各国误会是陛下不仁，其罪责不可恕，不杀难以谢天下诸侯。诸位大臣，还有别的要说的吗？可惜了，要是事情稍有余地的话，朕也想留下他。他也是个通才呀。他要不是这样，急功近利，倒行逆施，不是朕想杀他，是他胆子太大了。灭族！陛下的意思是，主父偃灭了3个王国，朕就只好灭他的9族，不然何以面对刘姓的列祖列宗？好。怎么回事？主父偃犯罪，皇上下令诛9族，现在全家正押往刑场执行。改道。听说祥妃宫李夫人，皇上已经颁了诏，赐封为夫人。将来一旦再生下皇子，皇子也就不再是只有巨儿了。自古至今，唯有君主的性情最让人捉摸不定。自从你当上了大将军，皇上到我这儿来的反而少了。我不明白姐姐为什么无缘无故的说这些。卫青啊，义军宫再大也是外戚啊。你和姐姐还有巨儿，可是分不开的一家子。主父偃替皇上做了多少事情，都是别人不敢做的事情，一朝出错，就被灭了9族。我说姐姐，你有完没完了？姐姐没有别的意思，就是希望你能抽出点心思，来关心关心你姐姐。我看姐姐还是多多管教祛病那个小子，他是越来越不像话了。你说，
一个小小的郎官，竟然私领了80票计，将近郊农人的庄稼毁损得一塌糊涂。我可一点不担心去病，你难道不知道，去病领兵的权利全是皇上特许的？皇上对我说呀，他能捏沙成泥，塑造一个卫青，他也能再塑造一个霍去病。皇上还对我说，我不能只有卫青，我还得再要一个霍去病。你看吧，再有战事啊，皇上一定会重用霍去病的。皇上这个人本来就深不可测，半君如半虎啊。但我们魏家的一切，本来也是皇上给的。卫青，我倒不是这个意思。去病是咱们家的孩子啊，皇上能重用去病，那也是咱们家的福分呐。姐姐，你别说了，我都明白，我该走了。哎，等等，你不明白。昨天平阳公主到我这儿来过，说了一会儿话，我从她那话音里听出，她好像有那个意思。什么意思啊？你怎么不明白呀？她想要嫁给你。她丈夫去世不久，这个时候，朝廷上下会有议论。姐姐劝你啊，还是再好好想想。无情最是帝王家，你不要一脑门就想打匈奴。当你成为万民心中英雄的那一天，没准就是你末日的开始了。不知皇上会是什么意思？这是皇姐亲口告你的。是的。那卫青的态度呢？臣妾还没告诉他呢。臣妾心里没底儿。一个是昔日的主子，一个是奴才，只怕……所以，臣妾想先听听陛下的意思。哪来那么多的尊卑啊？这件事情不能再捂着了，会被世人当成笑柄。甭怕，啊！从朕继位的那一天起，所有的政策就是要破这些个规矩。朕既然能娶你做皇后，你的弟弟难道就不能娶朕的姐姐？朕看这门婚事很合适。那，太后那里也是要打招呼的。是啊，这件事情要抓紧办。太后恐怕熬不了几天了，万一赶上国丧，这个人太狂了。对了，皇上能不杀了吗？是啊。怪他自己呀。大人，吉甫，我来送你了。让他上来吧，让他进来吧。吉甫，大人，我来了。吉甫，喝吧。
得势时，门上时可不下1000人；到了如今，我受极刑，竟无一人相送。吉夫，你又怎敢冒连坐致祸前来送我呀？我吉夫敬您是条汉子，大人放心去吧，小的定为大人料理身后之事。时辰已到，准备行刑。赵王怎样进行串联？何议会征集到12个诸侯子弟的上书，而且正好赶在这个时机。是啊。以后还说不定会有什么样的串联呢。可惜没有主父偃了。陛下，奴才所知，主父偃受宠的时候，家里养了很多门客，可是诸族以后，这帮门客就一哄而散了，只有一个叫吉福的人出面替他办了后事。一死一生乃至交情，一贫一富乃至交态，是吧？是。看来真是个厚道人，他不怕连坐，朕反倒要赏他，替朕赏他黄金50两，尊他为长者。哎，慢走啊！哎，慢走，慢走。里边请。慢走，上脚啊！里边请。啊，你慢走，你慢走。好了好了。你就是吉福吧？是我。什么事儿？啊，是这样，皇上已经亲自尊你为长者，并赐黄金50两，都在那边车上了。这是为什么？这又是为什么？还不快点送长者上车回府？主父大人，你听见了没有？皇上尊我为长者，对你还是有情啊！你可死得瞑目了！
大将军，请入洞房。主子，要是没有翁主，北秦不过是马厩里的一个骑奴。你这是真话。你是我们魏家的大恩人呐。你是在谢皇上，还是在谢我？没有你，就没有我卫青的今天。算了，卫青，你这些话不该在今晚上说。时候不早了，早点休息。这钟声是悲音，出事了，莫非是太后？太后驾崩了。继丞相田汾、窦氏长公主废皇后陈阿娇相继死后，皇太后王氏抑郁成疾。她于元朔3年去世，死后与汉景帝刘启一同葬于长安阳陵。
将军，匈奴劫掠了2000居民，都尉朱英战死，我们出兵吧。国丧期间，皇上不让出兵。撤！撤！这谁家的公子如此的狂野呀？啊！知道皇上小的时候也这样。驾！赏月狩猎的时候。驾！废怪的。驾！在代郡殉职的都尉朱英，家眷抚恤了没有？臣按规定发放了抚恤，可其子朱和坚持不受，所以……臣叩见陛下。这个孩子多大了？19，和霍去病同年。陛下，臣听说前方匈奴扰边，恳请陛下能放任我前往作战吗？召朱英之子朱和去羽林做郎官，子承父业吧。臣记下了。举兵，朕有给你招募了一名新兵。你那800骑凑齐了吗？承陛下关照，现已有160余骑。看来还差得远啊！兵无常将，将无常帅，兵将互相不熟悉，便会积贫积弱。可陛下总把臣放在鱼缸里养着，啥时候能出头啊？臣要是去了军中，我们一定彼此熟悉。陛下，就放臣去军中吧。厚积薄发吧。记住，为将者一是要能打，就像你的舅舅卫青那样；一则是要能挨，就像李广。